的是在全国各地，在政界、商界、企业界比较有名的客家人做了有咱们的孙中山、孙武、吴耀邦、叶挺、叶剑英、刘亚楼、张秉腾，还有杨成武，包括咱们这个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啊，他也是属于客家的。大配哦。加油！有走了就有走了，对对，下来啊！我们现在有一组啊，现在的这个没有讲，所以咱们看到土楼大部分会是方形土楼。这个土楼咱们刚刚碰到的地方这个土楼叫做环兴楼，整个环兴楼呢480多年历史了。现在这个环兴楼被腾讯公司出去了。腾讯公司有一个网络手游叫做《天涯明月刀》，这个土楼就按照《天涯明月刀》来改为了沉浸式的高端酒店艺术。到站了哈！哇，拆的一个人都不会拆。虽然他把围墙拆掉了，这家人的红白喜事都得先从这里进。该守的规矩还是要守的，是不是？不，土楼它这样子，所有的土楼里面住的都是一家人，都是你按照以前来讲都是一个家族的人合建的。但是现在来说，说句实在话，经过上百年的一个演变，可能亲疏关系已经很密了。就是很疏了嘛亲疏已经很疏了，就很多的像邻居一样。说实话我们这边要先了解一下客家人的历史了解了客家人的历史，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建土楼了。有了解过为什么要建土楼吗？没有。以前我们这个客家人呢，我们是属于客家人嘛，像香港是比较少客家人，如果台湾那边就很多客家人我们客家人呢是当时为了躲避战乱跟自然灾害，从中原一路南迁过来的。那它这种数以万次的迁徙有大规模的、小规模的。小规模太多了，没有去统计。大规模的呢，就是分为5次。第一次呢，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东晋、西晋时期，受到五胡乱华。五胡乱华，客家人的老祖先从黄河流域走到了长江两岸，然后到了第二次在唐末至北宋年间，受到唐末的黄巢起义的影响。再从长江两岸走到了我们现在这个闽粤赣的交界，所以大部分的客家人是生活在我们闽西龙岩、广东的梅州、河源、惠州，还有现在广东叫花都，以前花都叫做花县，那个地方也很多客家人，还有就是江西的赣州，客家人主要生活在这几个地方。但是那个时期我们讲的也不是客家话，我们讲的还是河南话、中州话。然后到了第三次在南宋至明朝时期，那个时期就基本上你先到这里不再走，了呢就开始讲客家话。但是每个地方讲的客家话它是有不一样的，因为融入到了当地原住民的话在里面嘛。你经过一个地方一路走一路停，然后一直吸收当地人的话，所以讲的客家话就讲的以前的河南口音基本都没了。融入到当地的话里面就能说的。然后到了第四次呢，在我们的清朝前期，通往田四川，走过去通过客家。上手机车子来。所以像四川的客家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朱德，咱们朱总司令还有湖南刘耀邦他也是客家人。那广西、贵州都有客家人。然后到了第五次在咱们的鸦片战争以后，那又走到哪里？走到了海南，再远一点就是下南洋了。所以客家人呢，就是经过了这5次大规模的一个迁徙史那迁到这边的时候，以前我们只能往山里面走。你看山里面呢，出土匪、出盗贼、出野兽。所以说客家人当时建土楼都是一个家族在我们这些抱团取暖嘛你只有先抱团取暖，400多年历史了。所以为什么当时咱们看到地州土楼会有在这边卖这个土烟的？正是因为当时以前就是因为烟的兴旺，促进了当地的繁荣，
才能建这么多豪华的图纸。中科院院士叫做林尚安先生，就是我们这个楼正城楼的设计者，他的孙子。一个老楼里面能走出一个中科院院士，说实话，祖坟真的冒青烟了哈，很会读书的人啊。所以按照我们现代话讲，楼主的思想在100多年前就很超前了。你看一下，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同时抓。来，我查出来就是了，你拍。你给我拍你的都是哈。到时候啥对策呢？哪个啥策呢？哎，是这。然后买出来，要带出来，然后再把东西。